来吧，狼队。但我们要相信狼队的韧性。这大赛的底蕴啊，毕竟也是让3追4过的队伍嘛。而且咱得说，让3追4，难上加难；让2追3，一年看几十回。其实这事儿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现在的 KSG 还是完全不能放松的。你要看这把，主要是后面的狼队的 BP 比较难搞啊。它是一套开团阵容被对方拉扯，然后一套拉扯阵容被对方开团，但这也就是棋差一招，对，总是棋差一招。其实确实第2把很可惜啊，第2把他们已经很优了。看班位上是搬掉了空空儿和海月，搬掉空空儿海月，然后盾山搬掉不给苏烈搬掉大司命出来，对，这时候海月搬的就是有点想拿着大司命，就是大司命的意思，因为镜已经用掉了嘛。张飞，拿张飞跟你打龙团，再来个神梦蝎。邂逅让我回忆起重要的事。这样，即便是你有大司命，但是张飞在 KSG 的手中，所以在4分钟龙团上的话，狼队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。少死人，狼队是不能省英雄的。神梦蝎，不知火舞打神梦蝎。哦，直接拿不知火舞，这是狼队用的非常多的英雄。小菜一碟。年总的话，子焕的不知火舞是10战6胜。哎呦，还需要考虑一下这个英雄的选择。这时候阿古朵在外面啊，3楼直接选个阿古朵，末世冰矛打大司命，太好打了。今天子琪教练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也算是一个打大司命比较好用的选择。而且阿古朵打火舞也不难打。他的这个1技能挡得很厉害，对，比较好挡火舞扇子。但现在的火舞进去都是那种进去就给你爆闪，对，因为 SYG 的多多就是这么玩的啊。回归初心。戈亚、关羽2个英雄全部搬掉，而狼队的话把班位都指在了发育路、狄仁杰，敖乙搬掉了，对，艾琳不给。男射手位置还有很多啊，吃差的还有，公孙离也在外面，反面公孙离都没用。其实可以考虑在4楼位置要不要抢一下。夫子，想的这么长远吗？他这种老夫子边路上拿什么？还青青在你这儿啊！拿曹操，曹操给你抢了，那估计就是换了，就是我搬老夫子，然后公孙离放出来，曹操放出来，你选一个，我选一个。你拿曹操，我拿公孙离，阵容灵活性极高啊！然后他拿公孙离，狼队如果拿公孙离的话 ，KSG 狄仁杰被搬了，然后戈亚被用了，对吧？公孙离没问题。他就是他这时候老夫子，给我的想法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么换的，要不然他没有理由搬这个老夫子嘛。因为如果你不搬这个老夫子的话，那 KSG 的选择就会比较多。仓，他外面还有个仓，他还必须得拿仓的，这阿离又来到了 KSG 的手中。但是 KSG 的话，我估计应该不会拿到。拿不拿？阿离感觉没什么太大的。但拿阿离的话，比较好打那个，比较好打大司命。要吗？拿阿离。吃叉，我不要射手了。前面就想过吃叉这个点，吃叉现在有点像射手位的一个杀手锏。特别面对那种多开团的阵容，直接前5排的阵容的时候，它的画面感会给的很足。两边的阵容强度都很高，但是当我看到吃叉和曹操在同一边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我就感觉这把阵容好厉害啊！我觉得张飞就是个平替，你会觉得。沈梦溪在他这边，然后又是阿古多打大司命，然后虽然说上路司空阵打曹操是优，但是狼队必须要帮助司空阵不断的去建立优势。那这样的话，下半图你就没有办法打出很强的压制力，因为你吃叉在下路是一个抗压位嘛。但是我还是始终看到一个点，我对大司命这个英雄有一种迷信，
你懂吗？就是我觉得一个大司后期大司命咱不考虑，大司命不是一个大后期，但如果我是觉得在 KPL 在所有的 KPL 的顶级大爷的手上，就大司命作为坦边里独一无二的那一个，他只要能够在前中期的发育达到了足够快的速率，他的就有恐怖程能力度比野河还猛。他就有能力在中期统治比赛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是别的一些蓝领也不具备的能力。就这个时候在 PP 上，包括在一楼，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啊，小胖就要站出来了。这也是风萧叱咤的第一把。但这把真的，说实话，感觉快手这个阵容有点奢华。不过你真的仔细看，你说狼队的阵容差吗？大司命加少资源，他做的这都是现优英雄嘛，真没什么毛病。对，下路双人组也是优，上路也是优，中路火舞打沈梦溪，然后大司命过来跟火舞抢中线，是无非就是我感觉火舞有点难踹，其实其他都还好。那做现优的阵容就必须打出现优的效果来，对吧？狼队必须要把压制力打出来，不能被 KSG 这个双边发育起来。要是狼队今天这个比赛啊，就输赢先放到一边，被剃光头真是接受不了。对的，进入比赛，双方第3局，蓝方纯阳狼队，红色方 KSG 进入比赛。好，看一下下半图，大司命是边开。我是真没敢想，就是挑战者杯的第2天，你突然告诉我，现在有你假设现在你正在上班，突然有一个朋友给你发一条短信，告诉你挑战者杯的第2天，狼队好像要淘汰了。这个太吓人了，真的，就是你是一个 KPL 的观众，你刚刚去到鸟巢看完了狼队和 AG 的比赛，然后在挑战者杯的第2天，一个月之后，你的朋友给你打电话说，狼队要在32强止步了，这太吓人了，真的，这是今年挑战者杯的这个看点所在，太恐怖了，你想都不敢想。1个月前你在看他比赛，打决赛，抢夺圣龙杯。然后你现在他是0比2 KSG， 太夸张了，真的，哇，压力给的很足。对，所以狼队这把他其实我们刚刚聊这一段，主要还是想要呈现狼队现在其实他们的压力也很大。但这就是现在点是什么？就是坏消息，狼队现在直接被对方拿到3个赛点。好消息 BO5，好消息比赛还没结束，只是 BO5啊。对于他们来说啊，那快手的话，现在正是士气正盛的时候。他要是真的给狼队3比0抬走了，那这次挑杯了，那快手真是扬眉吐气，带着势头往前冲。对他们来讲，这是最大的苦主被送走。KSG 要是把 KSG 要是把，哦呦，这一波激活，真的痛。就他真要是把狼队在这个地方抬走了，我估计现在应该也有不少队伍在看这场比赛。是的。也会把他们当做研究对象。小胖现在比较麻烦，因为就快手这个阵容确实是，你都不太好用大招去做，很容易被长手直接摸残。这把大司命如果不肥的话，如果是个平经济，他确实有点扛不住，因为 KSG 这个阵容的爆发有点高。小胖一般来讲经济都不会低，因为他自己的风格其实他是偏刷的，就他不是他说白了，小胖场均反野数一直都不是拉到顶的那种。我记得今年好像只有1个赛季，他的场均反野数相对高，他更多的是在前中期是以刷自家的野跟吃线，然后但是他刷的特别快，他提速包括队伍的这个经济分配，刷起来之后，然后在10分钟左右的这个节点，他可能才慢慢开始去进攻。火舞这波中路没漏，所以上路的话，流星不敢出来吃钱，这也是没给机会。然后等到中路子换漏了，他才上路过来去吃钱，然后上路打一波，直接砍。哎呀，所以重点还是就是在狼队里，他自己的野区不能被入侵。武器，他知道曹这波没大招了，所以上来吃波线，不是很怕。但流浪也靠过来了。鬼泣往回退一下，但是开了狂暴上去吃了这波线，把线拦回来之后跟小胖一起吃，小胖2技能吸一波，开始了，大招一开继续吸，逼个闪，这距离的把控啊，那小胖大司命的熟练度还是不用担心的，真的。2上去了，
张飞想过来帮忙解线的，因为道仔把线拦在了自己的塔前。那第一视角给到了龟切。这这儿龙坑的位置没压力，换。第一条暴君是狼队的。 KSG 现在的这种耐心啊，让我有点想到春天的回忆了。尤其是打得很慢的 KSG，不急不躁的 KSG。KSG 这个阵容，他现在就是让自己的上野发育起来之后，在团战上直接打冲击力，道仔是有点难活的。是的，他这几个英雄的发育周期稍微有点长，但发育起来的强度非常高。就这都属于那种曲线最后面可以扬得很高的类型，像曹操啊，包括说特别是吃叉这2个点，真的到后面大司命的曲线会下滑的时候，他们的曲线就上去了。看到右下角句号一直在交流沟通。今天给我比较大的惊讶，就是句号他跟流浪2个人在团队里的指挥，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流浪一直都是在 KSG 里面的指挥比较多的，占比比较大的。那这个肯定的。然后子阳在这一次挑杯没有首发的情况下，然后句号跟流浪2个人把指挥权分担起来了。其实这个东西都学得会。你就像今天我们看比赛的时候，梦蓝都能指挥，梦蓝刚说到的时候都能指挥嘛，那肯定也这东西需要个过程。但是现在联盟确实梦蓝也是一个指挥社，是的呀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来了，压境野区，集结，投五，再进来干扰，张飞喷大招，我没喷好。他这波当然是想要喷的是大司命吧？行，野区守住了，根本上的问题解决了。他这波应该是想要在正面吃到集火的同时，然后回头大招去喷小胖，然后把小胖留在野区，然后控一波。一方面是保红，另一方面的话看能不能对小胖造成击杀。是的，但问题不大，反正他最重点的把野区 buff 保下来。对，他的目的是为了保 buff。还是一样啊，7分钟没有击杀产生。但是这两边都有发育点啊，对，他不打的话就还是要拼后期的团战。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，一旦经济咬死了，我总觉得狼队就很危险。前面说到的大司命的经济必须要领先，要绝对优。主要这把到后面快手的团战有点猛。你过了对线期之后，快手的阵容一爆起来，其实狼队就会变得比较尴尬，因为你的阵容是强在你的对线。是的，然后你在对线上并没有能够对于 KSG 这边形成压制或者击杀，而且到了团战里面，我感觉道在后面也不好发挥。快手这边他一个曹操加一个吃叉，挺难受的。好，你等阿古斗装备起来，大司命是有点站不住的。小胖2000套张飞的位置啊，刁钻。这波是预判到你可能要进我的红区，我提前落好背后的位置，等你进去之后包个后啊。这一波的后方能不能给到什么压力？被看到了，吃集火，张飞直接喷完之后，2技能跳回中路塔下，但正面的话，狼队给的压力也十足。4公阵直接开启大招，把3个人逼退。但此时的赤叉也赶到开启大招，但这一个救赎劝退了风萧。哎，这波很有想法，但是狼队的阵型比他想象中拉得更开。对，就他绕不到。这狼队没有一股脑5个人全部扎到红 buff 里面去。他这一波绕后让我想到了一位老选手，叫什么？冰城啊，有点那个意思。就他刚才是真的预判到你会进我红区，我提前在那边等。曹操侧面卡一下位置，刚才那个红 buff 是应该是句号保下来了。对，你看这是一个 buff 的时间，句号是保下来了。对，就2波进攻野区。其实狼队这边是没有 buff 收益的，没赚到太多东西。下路上去打一波，这个位置归期难走了。追上去砍掉一血，终于到手。太靠前了，3个人再来个这波大招喷完还好一声交了闪，要不然人也没了。是的，很突如其来的一波击杀。流浪啊，往下路的这一边靠是没有被归期这边洞察到。对的。小丫一手怎么说5打4，但张飞手里没大招，看龙是谁的？在这里想拼一下试试看。曹操绕好了，龙是小胖拿到了，正面吃叉先给一个超杀，给个2技能，1技能没盯到。狼队直接往中挤 ，KS 姐必须得回防。这波还好，这波是因为知道张飞手头没大。
块人家打的真黏糊啊！你看，就是你进攻真拿不到什么太大的优势。这波就是线藏，然后线的侧面位置出来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来不及了。前面的每一波狼队进野区都没有足够多的收益，导致这个经济差就是拉不开。小胖的经济能有一点领先，但这个领先始终达不到他满意的那个点。就这几百块的领先优势根本不够对他来讲。就这么一直甩也甩不开。就之前很多时候我们说快手打狼队不好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，就是因为快手之前打的就狼队打的特别快，又喜欢入野区，然后快手容易还没发育起来，没开始磨呢就结束了。但这把经济咬的太死了。但现在今天的感觉就是甩不开。射手位、中单位经济都没有拉开，就打野的位置上拉开了一点点。然后少思源的经济高，是因为少思源的机制导致的。他能借。但你等医生倒一波，你再看看经济，立马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你等他把钱还给你，经济马上就追上来了。神州的龙团，就要显狼被压的稍微有点低。怎么讲？小胖上来开始了大司密式的打法。那这个时候想去换龙也是不可能的。仓这一波状态摸得不错，点到了流量的身上的，没什么续航手段啊。他就是张飞啊！这波超杀开起来，上去 A 一波给了个救赎，回头给个2技能，还要硬打呀！风萧2个人击破了，2个！等一下，正面小胖这边也出事情了。是的，直接往前追，风萧起火，归期这个位置也扛不住，风萧啊，风萧！他还拖住了子焕，太夸张了这个风萧，因为整个 KSG 这里没有续航手段，晚星出的是救赎。他们在状态被摸低之后，其实这条龙团他们已经是处于劣势的状态了。每一个发育路的选手玩到了吃叉，给我的感觉都是他们彻底解放了。从侧面突然出手，这是什么？一个人中路的伊塔还在，一个人顶着对面2个人过去，把下路双人组全杀了，然后紧接着还能再拖一个，然后还牵扯住了中路位置的子焕，然后在另一边帮助队友形成了多打少，然后击杀掉了打野位置的小胖，同时缓解了在龙团之前自己队友先被消耗的状态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其实队友状态已经很差了，但风萧突然的出手，他知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，就是拖半天解决不了问题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一个人完成了一波2连击破，然后继续拉扯，继续牵扯住子焕，能拖1秒是1秒，然后另一边队友动手，就他很知道那个位置，因为我们都看到了状态下得太快了，再拖就是白白给龙。没错，这种时候要么就是2个选择，龙不要了，要么就直接开，因为换龙肯定换不了，那个时候狼队不可能让你换的。这一波打完，经济反超2000。就如果这局比赛 KSG 拿下来 MVP 好像已经确定了。动手找到侧面喷一下，激活，倒带直接没，再往前跟，又将医生拿下。怎么突然一下？这就是我们说的，你这个阵容跟 KSG 你去比发育，你发育到最后，你这个射手就是没有的，你看不了，有点兵败如山倒。对你这个阵容在曹操也好，吃叉也好，张飞也好面前，你什么都活不了，你怎么打都活不了。其实就是刚才那条龙，其实刚才那个血量已经压得很不错了。如果狼队能平稳的把龙接手了，其实也就来节奏，但是就是被那一波射崩了。这怎么办？不能再被打连续掉点了。这里高地可能都看情况要考虑该给就给，再掉人的话很危险。中高给，你看KSG一点都不着急，回头要拿主宰。一进一出，一下子经济差开始有了。张飞马上手头有大招，还动手吗？就是一个风萧的绕后的位置，一技的直接又来了，直接点秒了一声，一个小大概就是再来个2技能，再来个1技能顶过去，继续还能杀吗？还能杀一个，风萧直接倒下来，被翻一来了。曹景卓砍掉了道仔，回头继续开大招跟归期对 A， 归期根本打不过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让小胖一个人踩线回到了自己的高地。这就是说的，真的到后期比起团战，你怎么跟他打？这个阵容仿佛绞肉机一般就杀了进去。上路一个半血的炮车，一个大司命交个1出来想清线，把大司命拦在了水晶里，不让往前走。现场响起了一波的呼声，在他们的第1场比赛就要战胜宿敌了，让我们恭喜 KSG 3比0将重庆狼队拦在了32强，没有让狼队继续往下前行，战胜了自己的宿敌，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。
在挑战者杯的第1场比赛，完成了对重庆狼队的零封。这支重庆狼队从2022